最近有网友发现一个有趣的实验，把香烟插进啤酒瓶口，然后向内吹气，发现竟然向外飞出。为了把香烟吹进去，有人采取大力出奇迹，猛吹瓶口，结果香烟向外飞出的速度更快。但有人在一定位置用较小气流吹气，却能顺利吹进瓶子里。据说大力吹气时，瓶内由于气压增大，把香烟给顶了出来，所以要尽量撅嘴，制造一股细小气流，只推动烟屁股，这样才能只将香烟推进去，而不给瓶子增压。为了研究这个说法，我们找来一个啤酒瓶，将香烟放在瓶口内，发现气流吹向瓶子时会被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受到唇口阻挡，向外偏转，顺着瓶子外壁离去，另一部分则向内偏转，进入瓶子。这部分空气在瓶内不断减速，直至停止，使瓶中气压升高，以至于后续气流都被瓶口的反压阻挡而无法进入，于是也变成了向外偏转的瓶嘴绕流。这样看来，瓶内空气并不会流动，而香烟两端受到等大反向的瓶内静压和瓶口气流动压，所以也不会移动。那它为啥会飞出来呢？原因就是瓶口绕流的速度是从中心向边缘增大，导致绕流的静压从中心向四周递减，最终在靠近瓶口边缘处出现了压力低于瓶内气压的环形区域，使瓶内空气被压差推出，形成和绕流汇聚的排气流，而这又造成瓶内气压降低，使中心区域也出现压差，形成了进气流。因此瓶内空气无法静止，会从中心进气向四周排气，才把放在内壁的香烟推了出来，因此必须让气流覆盖区域向瓶口下侧偏移，制造沿瓶口下侧内壁运动的复壁气流，推动空气从瓶口上侧排出，这样香烟就会受到持续气流推力而掉进去。这说明大力并不一定出奇迹，方法才更重要。通过酒瓶吹气实验，我们发现很多老烟枪开车时都会将左前窗开一条小缝换气，结果就出现了和瓶口吹香烟类似的情况。当迎面气流经过 A 柱时，一部分绕 A 柱向内偏转，通过窗户缝隙推挤座舱内的空气，使气压提高，另一部分则沿外壳流动。这就像气流吹向瓶口被一分为二，此时舱内空气也和瓶子里一样无法保持静止，窗户缝隙的后段由于内部气压升高，将空气推出去，形成排气流，使车内随之减压，又导致缝隙前段出现压差，形成了进气流。可见这样的换气是让 A 柱的绕流进入窗户，推动烟雾扩散，并将少量烟雾随排气流吹除，这和气流覆盖瓶口导致的中间进气、四周排气的情形相似。进出气流因强烈冲撞使换气效果变差，因此这种换气法一般只有新手司机采用。而一名经验异常丰富的老烟枪则是根据行驶速度，将右后窗打开适当缝隙，使 B 柱的绕流从缝隙前段进入，冲击后座靠背，使附近气压升高，再推动空气从缝隙后段离开。如此一来，老烟枪的右后方就出现了用来吸取周围烟雾的 B 柱涡流低压区，并将烟雾逆压推动到靠背附近的高压区，然后被压差吹走。因此左前窗只需打开很小的缝隙，就能形成对角线进出的吹出气流。这不仅使车内空气循环速度加快，还明显减弱了前座的窗户风噪，和贴着瓶口下侧小力度吹气使烟头掉进去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都能使空气流动更加顺畅，换气效率显著提高。因此广大老烟枪跑高速时，请记得尝试理想的对角线换气法。